欢迎来到我们国家传统艺术中心之旅的最后一集。在最后一集中，我们将带您前往宜兰烟波花时间旅宿，这里完美的捕捉到了放慢脚步的精神。我们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旅程充满了兴奋和乐趣。如果您还没有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请务必查看，您不会想错过它们。宜兰烟波花时间旅宿是一家独特的精品酒店，坐落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园区内，非常适合寻求休闲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旅客。这里是一个宁静、怀旧的旅宿，灵感来自传统的台湾生活，周围有手工艺品商店、现场表演和宁静的河畔景色。走过月桥，左边便是烟波花时间旅宿，在我们的右边，您会看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过了月桥后，我们向左转。烟波花时间旅宿位于宜兰公园内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您提供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宾客们可以真正沉浸在中心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酒店融合了台湾传统建筑元素，以红砖、水磨石地板和生机勃勃的池塘绿化为特色。它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艺术之旅。踏入这个宁静的小世界，红砖建筑的温馨仿佛让我感觉时间在慢慢流逝。与高耸的酒店或现代度假村不同，烟波花时间旅宿提供更私密的体验。在这里，时间感觉更加柔和，轻轻地邀请您放慢脚步，深呼吸。该酒店并不依赖钢铁或玻璃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相反，它却带有一种朴素、怀旧的韵味。拱形门廊、木质窗框、红砖墙，无不体现着老台湾的精髓。建筑展现了传统的闽南设计元素，它的特点是红砖墙、水磨石地板、木质折叠门、花卉穿孔砖墙、走廊和池塘。闽南建筑历史悠久，根植于中国福建省的传统。它对台湾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烟波花时间旅宿以古城之夜为理念，为宾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台湾丰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这条路通往大厅、酒吧和会议室。这是酒店大厅和接待区。
特别一提的是，这个入口是酒店的入口，而不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入口。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正门在另一侧。在左边，您会看到坐火酒吧。从门上的牌子看，这里就是全联善美的文化基金会。全联善美的文化基金会作为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内的文化组织，发挥关键作用。该基金会致力于保护和振兴台湾丰富的传统艺术和文化遗产。烟波花时间旅宿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全联善美的文化基金会主导的文化活动。酒店的客人将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沉浸在由基金会策划和支持的正宗台湾文化体验中。现在，我们在酒店接待大楼的2楼。酒店的中文名烟波花时间旅宿，富有浓厚的艺术气息与诗意。烟波象征烟波浩渺，花时间邀请你放慢脚步，品味生活。置身于此，仿佛步入一个水光与时间交织的小宇宙，不知不觉间，你的脚步已然变得轻柔起来。烟波花时间这个名字，传递着一种朴素却又意味深长的意义。在烟波浩渺的水乡间放慢脚步，享受与自己相处的时光，感受传统与大自然的交融。它完美地体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精神：工艺、美学、自然和正念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地方。这是七桃间，这个名字是台湾短语的一种俏皮引用，
指的是一群孩子一起跑来跑去。这个空间被称为同期，这个名字象征着团结，象征着人们和谐地聚集在一起。这正是这个空间的创建目的。这个空间非常适合希望在互联且舒适的环境中聚在一起的小团体或家庭。我们通过这个坡道前往虾百味。虾百味的意思是品尝100种味道，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还提醒人们在台湾传统市场和厨房里充满活力、风味十足的日常生活。不幸的是，它这个时候刚关闭了，但它是一个共享用餐空间，客人可以享用怀旧的台湾早餐和餐点。这是另一个名为庄头的住宅区。在台湾，庄头指的是村长，但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一个头衔，而是一种社区感和归属感。过去，庄头村的居民彼此都知道彼此的名字，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邻居们在这里喝茶聊天，宣读村里的公告。大家面对面地传递故事。此刻饭店的庄头不仅仅是主题房间，它还向台湾社区的中间致敬。这是一个让人回忆起那些日子的空间。那时门敞开着，孩子们光着脚在小巷里奔跑，生活似乎慢了下来。这是饭店地图，它揭示了酒店的流动，说明了所有空间是如何连接的。前面就是桥头，这个名字代表着连结，一个象征性的地方，旧世界与新世界在这里相遇，传统与经验之间的桥梁在这里悄悄跨越。与传统的台湾城镇一样，桥头堡是一个聚会场所，邻居们在这里交流故事，旅人在这里经过，
人们在这里感受日常生活的脉动。这个主题住宅区捕捉了台湾传统村庄的精髓，为客人提供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这里的景色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当您转过街角时，潺潺的流水声便会吸引您的目光。金色的鱼在水面下游动，它们的鳞片在光线下闪烁着金光。它们在天空和石头的倒影中缓缓飘荡，为寂静带来静谧的生命。它们轻柔的动作呼应着这个地方平静的精神，平和、流畅、从容。周围的建筑以温暖、朴实的色调矗立着，设计现代，但深受传统台湾村庄形式的启发。木材、砖块和石材的纹理呼应着过去的工艺，而干净的玻璃和露天走廊则让光线和空气涌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切都微妙地升起，就像被轻轻地从地面抬起一样。这种设计选择使结构保持轻盈、通风，并与水紧密相关。左边是月岛，坐落在人行道和水之间的宁静小岛。在右边，你会看到三块厝，字面意思是三栋房子。三块厝的每栋建筑都植根于过去，砖块和木材元素呼应着台湾旧聚落的魅力。现在我们踏上了2楼，这里或许能欣赏到周遭最美的风景。从2楼望去，视野如同一幅画卷展开，宁静、有层次，充满着静静的故事。屋顶采用柔和的泥土色调，小径蜿蜒穿过树木和水面，锦鲤池在光线下闪闪发光。游览完烟波花时间旅宿后，我们回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我们将沿着河的这一边行走，去发掘更多等待被发现的宝藏。前面是迷雾森林，每隔30分钟，一层薄雾就会飘过该地区。随着白天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景观会变成一层变幻的薄雾。这不仅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冷却效果，而且还提升了周围环境的艺术氛围。右边是临水剧场，正在上映孙悟空大闹龙宫。别忘了观看第2集，我们记录了完整的表演。前面是光孝堂，翻译过来就是大孝堂，我们在第3集中参观过它。现在，让我们探索临水街。当我们踏上临水街时，一种平静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这种平和只有在河边漫步才能感受到。河水轻轻拍打堤岸的声音，远处家人和旅人的笑声，微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都营造出一种宁静的氛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这一侧提供了更安静的体验，但氛围同样丰富。左边，一排排红砖墙、木质百叶窗，
复古风格的路灯柱排列在小径两旁，指引我们的方向，感觉就像走在一幅画中。时间变慢了，每一步都充满魅力。随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街边小摊的阵容不断变化，每一个都让我们看到了台湾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这里的摊位并不喧闹或浮华，相反，它们与街道融为一体，仿佛它们一直是街道的一部分。手工制作的玩具滋滋作响，旋转着，充满着老派的魅力。我们现在位于月河广场，这是一家复古摄影店，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老相机和照片，还可以回到过去，体验过去。在这里，您可以穿上精美的复古服装，在怀旧的复古环境中拍摄肖像。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渡船头。我们现在回到了庙城广场，在这里我们观看了婆姐贺新春的表演。我们正走回鲁班街，在第一集中，我们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旅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您还记得在第一集，我们计划在这里喝下午咖啡吗？这家咖啡馆的名字是想家时刻 （Homemations）。当我们进入时，我们立即被新鲜研磨咖啡的舒适香气所包围，与外面自然世界的舒缓声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家咖啡馆正合我的口味。店主带着真诚的微笑和热情的举止，让每位客人都感觉像家人一样。他们对咖啡艺术和保护台湾文化的热情，体现在空间的每个细节中。从质朴的木质家具到精致的传统装饰，一切都唤起了一种家的感觉。无论您是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世界，还是躲在安静的角落里读一本好书，想家时刻 Homemations 都能为您提供完美的环境。它邀请您放慢脚步，品味生活中的简单乐趣。
好了，现在是时候最后一次参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平静的气氛，仿佛一天的平静正在慢慢结束。谈话声安静了下来，微风轻柔了下来，一切都感觉更加亲密。这是最后一次欣赏这一切的完美时刻，欣赏这个地方每个角落的美丽、工艺和故事。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在第1集中探索过的鲁班街。我们走捷径去文昌街吧。走着走着，我们回想起了所经历的一切，从手工艺品店里精致的工艺到河边热闹的表演，从有趣的雕塑到低声讲述自己故事的隐秘角落，每一刻都为我们的体验增添了独特的层次。随着白天渐渐消逝，游客逐渐离去，中心也逐渐恢复平静。曾经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如今显得平静而宁静，与周围环境的连结更加紧密。现在大多数摊位都关门了，百叶窗拉上，灯光昏暗，只留下淡淡的香火味和先前笑声的回响。它温柔地提醒我们，白天的喧嚣已经让位给一种更安静、更沉思的心情。这一刻，沐浴在温暖的光线和平静的倒影中，感觉这是说再见的完美方式。我们已经到了出口，脚步很慢，似乎依依不舍。周围宁静祥和的氛围，仿佛是一声轻柔的告别。出口处的最后一站是木仔窑，在这里，传统的陶瓷烧制技术得到了精心的改造。现在它已被重新开发成一系列纪念品摊位。让我们进去探索这个最后的地点。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出口。这是我们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全天行程。感谢您观赏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系列节目。如果你还没看过前4集，一定不要错过。请订阅、分享、按赞。